朋友们，你知道如何才能让自己停下大脑里的胡思乱想，让自己真正的静下来吗？所谓修行的道路无数条，不管你选的最后是哪一条，入境都必须是第一步你要做的事情。因为做不到入境，你就无法拥有专注力，无法提起那一念觉知，更不会让你拥有在各种业力面前不做自动化反应的这个如如不动的定力。一句话，入境就相当于是打通了你的任督二脉，是你欲练神功必须先要完成的第一件事，这是先决条件。而想入境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首先就是要让你的这个大脑停下来，给它关掉，也就是要努力的去创造和寻找一种思维空白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禅定和临在。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快速入境的修行法门，这个法门就叫做调息，可以说它是修静的一个最基础的练习。调呢，就是调和，也就是调节融合的意思。注意，这里的息呢是作息的息，而不是呼吸的吸，因为这个息同时包含了呼吸和呼吸之间的停顿，以及意识这三层意思，而不是单单指我们的吸气和呼气。当我们完成了调息，也就完成了息思虑。我们都知道，呼吸呢是我们生命的象征。佛陀说过，生命就在一呼一吸之间。虽然呼吸代表了我们此刻当下的生命，但是我们却往往不能时常地感知到我们的呼吸。也就是说，我们绝大多数的呼吸都是无意识的呼吸，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并不在我们的身体，而是被头脑的各种空转所消耗掉。而呼吸呢，就是连接我们的身体和意识的一个桥梁。不论何时，我们都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呼吸，来把自己重新从头脑拉回到我们的身体感觉上，回到了对身体的觉知，我们就回到了意识，就回到了当下时刻。因此，古往今来的任何的实修体系，都会把关注呼吸当作一个核心的修炼心法，因为呼吸是我们通向指定境的最好的那把梯子。一个健康有意识的呼吸状态呢，应该是深长、缓慢、均匀、安静的。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呼吸状态时，就说明我们此时内在处在一个相对于比较平和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去留意自己的呼吸，你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呼吸已经变得又短又快，而且不均匀，甚至还会显得粗重。这都是很不好的信号。但是不要担心，相信通过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法门，这个情况一定会得到改善。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准备正式的开始。注意，在调息的练习中呢，我们暂时不要求去使用腹式呼吸，因为我们这个练习的重点呢，在于去体会到那种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我们的注意力，然后把注意力全部安放在呼吸上，让我们的注意力自然地跟随着呼吸，让呼吸变得有意识。通过这个过程，进入到一种安静宁和的状态和感觉。所以我们就先使用我们平时所习惯的自然呼吸。你平时怎么呼吸，现在就怎么呼吸，自然舒服就好。好，现在找到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用你最舒服自在的方式坐好，保持后背的挺直。你可以在腰的后方垫上一个靠垫。准备好之后，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调息的练习。好，现在轻轻地闭上你的双眼，保持自然的呼吸。吸气，感觉空气在鼻腔内的摩擦和流动。呼气，吸气，把注意力轻轻放上去，让注意力跟随着你的呼吸，让呼吸带动着你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去向你的身体深处。
同样，把注意力再轻轻地放在呼气上，我们只是把注意力轻轻地放上去，让呼吸带着我们的注意力在身体一进一出，体会那种自然而然的让呼吸带着我们注意力移动的感觉，体会我们不去打扰呼吸，只是轻轻地把我们的注意力投放上去的感觉。此刻你的呼吸正在逐渐变得有意识，你完全留意到了你的呼吸，你开始感到你的呼吸逐渐变得均匀、柔缓，越来越缓慢，越来越柔和，让注意力跟随着你的呼吸自然而然地吸气。停顿片刻，呼气，再次的停顿，吸气，呼气，注意力完全跟随着我们的呼吸，让呼吸像一个传送带一样，带着我们的注意力移动。此时我们感到自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安静，全世界只剩下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呼吸在一起，去体悟那种全然的把自己交给呼吸的感觉，让呼吸带着我们进入到那种自然而然的感受。我们的呼吸正在变得越来越绵长，越来越深沉，越来越有意识，体会我们的注意力随着呼吸正在向我们的内在不断的深入，越来越近，向着内在深处回归，向着生命回归。我们感到越来越放松，在不断的深入和放松的过程中，去体悟那个自然而然。随着你越来越专注的一呼一吸，你会越来越深地体悟到什么是自然而然。吸气，呼气。好，现在随着我的声音开始倒数，5、4、3、2、1。好，慢慢地睁开你的眼睛。关于调息的训练内容，我们就完成了。希望大家在刚才的练习当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那种完全没有头脑介入的，完全不使用到头脑控制力的，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到呼吸上的感觉。好，接下来呢，我就来简单地总结一下大家在练习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你可以根据自己刚才在练习中的体验进行一个对照，看看自己哪里做对了，哪里没有做对。首先，当你在练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被头脑任何的杂念带走了，没有关系，不要因此而生气评判，试着把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任其来去，不迎不拒。当你的杂念没有被理会，随后它自己就会无趣地离开了。就像你站在河边，看着眼前的河水流动，而你的杂念呢，就像是在河水上飘着的树叶，你就这样安静地看着它们，随着河水飘走就好，而不是跳下河去。当你的杂念流经了以后，你就可以重新从头再开始调动起你的注意力，重新地投放到呼吸上，把我们的练习从头来过就可以了。另外，如果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感到自己的身体有比如紧绷或者酸胀麻痛，或者有憋气胸闷等现象的出现，那就说明现在你正在使用的并不是你的注意力，而是你大脑的控制力。你正在试图用你的大脑去控制你的呼吸，而不是通过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来，让呼吸自己去调和。记住，我们要去体悟的是那种把从内在深处调动起来的注意力，轻轻地安放于呼吸上，然后完全地跟随呼吸，让呼吸自然而然地带着我们深入的那种感觉。我们要去感受一切都不是在头脑的控制下去完成的这个练习，
而是在一种自然而然的毫不费力的状态下去完成的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在练习当中要去体会的一种指定境，一种无为而为的天人合一的状态。在练习之前，可能你完全感受不到自己什么时候是在头脑的控制下，你甚至一度会认为这个控制就是你自己。但是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练习，开始慢慢地感受到、体悟到什么是自然而然，什么是头脑的控制，体会到这两者的区别。另外，我再说一句，大家来体会一下，在和不在其实都没有关系，也不重要，知道自己在不在，这才最重要。如果你不在了，你要知道自己此刻不在了，为何不在？如果你在，你要知道自己在。没有人能一直都在，不在才是正常的。如果你能一直都在，那么你就不会来这地球一趟，也不用修行了。最后，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会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一些奇妙玄幻的体验和感受，包括一些躯体的反应，这些都很正常，无所谓好与不好，体会一下就好。不要留恋和纠结于这些感受，也不要在下次刻意的去寻找它们，因为这并不是我们实修的目的。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并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如此做。我们只是要时常的在合适的时候去关照自己的呼吸，经常有意识的让自己回到呼吸就好。现在呢，就开始养成这个习惯，这会让你的生命从此变得与众不同，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